家好，欢迎回到小熊猫的釜山行。跨界上回，小熊猫结束了乐天世界的行程后，回到市区，开始寻找美食。这一期就带大家一起看看在南浦洞发现的这家宝藏餐厅。又有小菜，这次有一个就是腌制的青椒，这个洋葱好像也是腌制过的。终于上菜啦，感觉他做了很久哎，很用心，而且这个冷面好大一碗哦，比我第一天吃的感觉碗要大很多。不知道视频里面看不看得出这个 size， 就大小。然后它还有一个猪肉饼，它是一个套餐，还有各种小菜，好像跟上一家的小菜有点不一样。这个是腌制过的青椒吧，不知道辣不辣。然后还给了我一个围裙，我感觉这家店的服务特别好，而且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尝一下，来尝一下它这个冷面哦，它这里面有白菜，不是萝卜，还有这种感觉像豆腐蛋皮之类的，有萝卜丝儿，有紫菜，还有韩式辣酱。它的冷面是这种荞麦面哎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但它这家没有给剪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看什么的？刚刚他好像看见我没有用剪刀，他就想起来还没有拿剪刀给我。我稍微剪一下，好吃。我怎么有一种觉得比我那天第一家吃的好像感觉还要好吃一些？他们这个面都真的好筋道啊，这个，因为它放了很多芝麻之类的。反正味道的话，我会觉得更香一点，更好吃一点吧，比上一家的味道好像更丰富一些。好好吃哦！奔波了一天，能坐下来吃饭真是开心了。因为我回来也比较晚了嘛，刚刚去好几家店，就是之前想去的店，我看谷歌地图上显示是已经关门了，我就随机进来了。本来刚刚是先到了隔壁家，但隔壁是他说只接受2个人以上的，我说一个人吃会，他就说分量太大了。后来我看了一眼，别人上的确实好像看起来挺大的。然后就进到这一家了。它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做的，不知道是不是蛋皮炸的还是怎么做的，也很好吃。我来尝一下它的小菜，先尝一下它这个辣萝卜。它的腌菜也很好吃，比我昨天早上吃的那一家的腌萝卜感觉更好吃一些，因为它没有那么咸，就单吃也不会觉得不适吧，单吃都很好吃。昨天的可能会味道比较重一点，需要到汤里面泡一下。而且它的这个腌萝卜，我觉得吃起来更脆一点。再来尝尝它这个辣椒，我挑一个小的，我怕太辣了。昨天那个辣的给我记忆犹新。哇，哦，它这个竟然不是辣白菜的那个酱哎，是什么酱我不好说，类似于豆瓣酱的一种，但是不是那么熟悉的味道，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味道。而且它这个辣椒一点都不辣。好吃，好吃！吃一口这个冷面里的萝卜，又是另外一种味道，酸酸的，跟它那个小菜的辣萝卜不一样。我再来吃一口它的泡菜，好吃哎！这个感觉真的就像他们自己做的那种，不是那种商业化的那种，反正就不是经常吃到的那个泡菜味道。它没有那么多汤汤水水，上面感觉是干辣椒比较多一点，就感觉更香一点，然后也没有那么酸。哇，好好吃哦！哇，它这里面的小菜都这么好吃，太夸张了。再吃下它这个腌的洋葱，好吃哎！怎么会他家的小菜每一个就4个小菜做的味道全部都不一样，每一个都好吃，就完全不一样的味道。哇，这个洋葱我怎么形容呢？酸酸的，还有点酒香味，感觉有一点点像腌的那个糖蒜那种味道，感觉好好吃，太厉害了！这家店的小菜竟然4个小菜做出了4种味道，太厉害了，每一个都很好吃，我都可以把它吃完。像昨天那家的小菜我就没有吃完，因为它味道太重了吧，太咸了。如果不是吃很多饭的人，可能确实我觉得是吃不完哈。最后再来尝一下它这个猪肉饼，好好吃哦！它这家哇做的好好，哦，我真是来对了。
怪不得我感觉它用时比之前的那个用时要长很多，就感觉我等了很久才上的菜，好好吃哦！因为它对我来讲是一种很新的味道，因为我没有吃过这种类似的，就完全是个新的那种新鲜的食物，有点甜，超级好吃。吃完出来，外面有点下雨了，我要再来补一下feedback 评价。我个人感觉这家店做的很用心。我刚刚到外面也看了一下，才发现原来这家店是新开张的，怪不得。可能他新开张的，肯定就会更努力一点吧，我觉得，是不是？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劲头在最开始的时候，所以反正我感觉他是做的很用心的，因为从他送的那个小菜，我觉得这个就很能说明问题了。因为小菜毕竟是免费的嘛，又不挣钱的，都做得这么用心。反正它4种小菜都做了4种，完全吃起来是不一样的味道的。就是昨天不是也会上小菜嘛，像韩国这边都会有这个吃饭会配这个小菜的这个文化嘛。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它的那个小菜，其实它可能用的酱都是差不多类型的腌制的酱，反正吃起来不会觉得有这么大的区别吧。它这家店给我的那个感觉就是很惊讶，它4种竟然做出了不一样的味道，而且每一个都很好吃，就是那种单吃也不会觉得很重口味的，比较的适中吧。包括它那个冷面，我觉得做的也很好吃，反正比我第一家吃的感觉要更好吃。还有它那个猪肉饼就很香哎，我也挺喜欢吃那种炸的、煎的，有带油的那种感觉嘛，就带油脂的。反正它就是有菜也有猪肉的那种油的香，反正就是吃起来很好吃。它那家店的话，其实它好像主打的还有一个那个牛骨汤吧，好像是。但我因为一个人嘛，可能吃不下那么多，所以我打算明天中午或者早上，我再来这一家店尝一下它的牛骨汤。我有点好奇会是什么样子的味道。刚刚为了跟大家录吃完后的分享，结果我走错路了，走反了方向，也不知道我哪来的自信，就觉得是走这个方向，结果刚刚查地图发现走反了，刚刚的路都白走了。现在重新走回去，看起来他们韩国人收垃圾就是这样装好了，一袋一袋直接往车上扔，还是挺辛苦的呢，都下着大雨来收垃圾，也不能撑伞。好了，晚上下雨了，今天手机也一直会响警报，说是下午或者晚上会下大雨。那果然就下了，不过它是晚上都很晚了才下，还不错。总体来讲，天气还是比较给力，是在我吃饭的过程中下的。不过还好，我也就是在南浦洞这边吃嘛，所以也不用走很远，待会儿一下就到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行程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再见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在釜山的最后一天了。我打算先去昨天晚上那家新开张的店，我想再去尝一下它的牛骨汤。那等吃完饭之后呢，我就想直接去大邱了，也就不在釜山多做停留了吧。那待会儿吃饭的时候再见吧。又到了这家店了。是这几个小菜，然后有配剪刀和镊子，不叫镊子，叫爪子，忘了叫啥，夹子。好，看一下这个牛肉，还有金针菇上面，这个又是昨天那个冷面上面也有的蛋皮，然后有金针菇，有很多葱，哇，好大的牛骨啊！哇，看起来真不错呢。先把这个排骨剪一下。这里面还有粉丝呢，然后这样把它剪开，就一下就会松掉了，这个骨头就很容易卸下来。肉也可以稍微减小一点，吃起来会比较方便。感觉韩国人真的很喜欢吃饭的时候用上剪刀这个工具哦。那个冷面也是要剪的，感觉好有趣哦。把它中间剪开，这个骨头就会一下就剔下来了。
这个牛肉也都有牛筋嘛，所以剪一下也会比较好咬一点，要不然太大块，咬起来也很费劲。我感觉这个想法还挺贴心的，因为很多时候感觉我们以前自己在家啃一些骨头的时候，也没想过要用剪刀剪啊，都是拿嘴啃，那样确实会啃得嘴巴上到处都是，而且很费劲。当然没有剪刀好咬了。觉得这个可以学习一下，以后自己在家也可以剪开来啃。好了，剪出来了。我觉得它的牛肉的量也还是蛮多的，很实惠，很良心的。哇，好大的骨头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开始吃了。来，我们先来尝一下它这个汤吧，看起来好好喝哦，因为感觉真的是用牛骨炖出来的一样。它还是做的那种是比较清淡的那种味道。它菜单上面也会写嘛，如果你觉得味道不够的话，它旁边有胡椒和盐，可以自己加，很鲜，很香。尝一块它的牛肉，好香哦，炖得很烂，那个牛筋吃起来又很脆，好吃，牛肉味很重，很鲜香的感觉。它里面还配了一些这种粉条，好烫好烫，吃这个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别烫着了。又是照常把这个米饭放下去泡饭，还有一小碗米饭。感觉他们这边是很喜欢吃这种汤汤水水的哈。当然这样泡的话，就能把这个牛肉汤的味道进到米饭里面，入乡随俗。我也入乡随俗，学会吃泡饭。但我感觉可能这样是不是比较好消化一点？米饭吃起来就没那么硬。感觉一大早要吃这么大一碗饭，主要是它肉也给的很多嘛，吃肉就很容易饱。我感觉这一大盆炫下去又有点受不了。反正这个还是对饭量大的人比较友好。这次我就吸取上次的教训，没有把泡菜放到汤里面，这样就算最后吃不下了，我还能喝一喝汤。因为如果把泡菜全部放进来的话，汤的味道就会变得很重，就也没那么好喝了嘛。因为味道太重了，会盖掉它本身那种鲜美的味道。我感觉把它这里面的肉吃完，可能我就已经饱了。对于饭量小的人来讲，我根本就不应该要饭的。如果没有饭的话，可能压力会比较小一点。好了，刚刚用尽所有力气，算是吃完了吧。其实我感觉这个分量还是有点大的，对于那种小胃的人可能不是那么合适吧。比如我，可能吃起来还是会有点撑。我觉得如果没有配米饭的话，可能会好一点。对我来讲，可能不需要米饭，因为那肉确实很多，分量很大。把肉吃完就已经很撑了，它还有一些小菜啊，还配了粉条啊，确实我觉得分量有点大哦。其实女生2个人吃一份，我觉得可能都够了。总体来讲呢，我还是觉得这家的品质做的挺不错的，推荐给大家。那我现在就准备去釜山站了，准备坐车去大邱了。待会见，拜拜。这个釜山站对面是一个类似于唐人街的吧，但它上面写的是上海门。意思是可能最早上海人来这边建的。好了，不管了，还是赶路吧。好啦，这次的釜山行就到这里正式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，不要忘了给我点赞、评论、转发支持我哦。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后续的更新了。下一期就是韩国的大邱行了，内容同样很精彩，也请大家多多期待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